湘西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，这里生活着3亿多年前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小宇宙。2年前，我们用4K 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。大自然的季节，人类的季节。湘西的山林守护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。湘西，天地间流淌着诗意和灵性，洗涤着心灵的质朴和纯真。或因为山地险峻、峡谷纵横，或因为感受的生动与美丽，对生命的理解在这里孕育。一大早，杨春花一家就忙碌起来。女儿要嫁人了。这些嫁衣，每一件都是杨春花亲手缝制的。它们将是女儿出嫁时唯一的嫁妆。每个花瑶女性都是刺绣高手。刺绣在花瑶又被称作挑花，所以花瑶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刺绣的含义。这是在花瑶女性间代代相传的技艺，连同嫁衣一起，这门技艺也要传给女儿。在花瑶，婚礼仪式在女方家举行。迎亲的队伍上门了，这群男人挑着彩礼，是婚礼的重要角色。他们都是媒人工，这是由男性担任的角色。媒人工上门，首先要祭拜祖先，红伞和公鸡要用在这里。挂好这些，寓意着充满希望的新开始。唢呐吹响，到场的人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祝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嫁衣等来了自己的主人。新娘沈千妹迎来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。女儿穿好嫁衣，
妈妈才能进屋，似乎有很多话要讲，却又很匆忙。但沈千妹能听懂。我这套嫁衣啊，是我妈妈准备的，然后这一套其实我妈妈花了几年时间帮我绣的，她希望我出嫁的时候美美的。其实嫁衣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充满了我妈妈对我满满的爱。好，有称好大带头学，过天气冷，姑娘姑爷都比天有钱，你这老表弟下，那多于是出错，给老爷呀，有称啊。正式开餐时，所有人，包括妈妈，都要离开婚房，只能剩新郎和新娘，由2人来分享这一桌子的生活甜蜜。赶苗的时候认识的，他远远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又走近了，然后他就对我唱歌了。就是这样认识的，后来回家了，他就请媒人去我家送门了。以后啊，只要他对我好，我对他好，以后生活平平淡淡的就行了。这个时候，外间的仪式会进入高潮。打泥巴。娘家人会从田里挖出稀泥，用来涂抹媒人工。这个时候，媒人工泥巴越多，就意味着新郎新娘的生活会越幸福。花窑送亲是湘西最美的一道人文风景。伴娘们打着红纸伞，她们需要穿上各自结婚时曾穿过的嫁衣。这种习俗是为了给予祝福，传递给今天的新娘，让她走上新的人生之路。妈妈只能送到村口，做最后的道别。接下来的路，女儿要自己走了。沿途，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加入到送亲的队伍。像古老的梯田间画出的一道美丽的虹。红纸伞下，那一件件妈妈缝制的嫁衣，那由幸福的期盼所散发的光彩，勾画出这片梯田的美丽。在湘西，人们遵循祖先的教诲，沿袭固有的生活方式。居住在湘西大山的土家人，他们长期辛勤劳动，用勇气和智慧创造生活。他们把土家先辈们渔猎、农耕及婚姻习俗状况，用舞蹈的方式记录下来。这支舞被叫做毛古斯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，被誉为中国舞蹈和戏剧的
活化石。拿那个黑的铁锅，前面那个，铁锅把铁锅，第个嘞，到你个楼梯，你那前个阿爸翅膀抓的。老人叫彭南京，他是土家毛骨丝国家级传承人。13岁开始学跳毛骨丝，直到步入暮年。彭南京从来没有间断过毛骨丝表演，今晚他要再次登台演出。使劲啊！土家族没有文字，他们是通过歌舞来传递文明的，所以每一次表演毛骨丝，对于彭南京他们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。他们不是简单的跳舞，他们是肩负使命的传承者。在湘西，人们遵循祖先，承袭着对自然的理解。对这些理解的传承，从习俗信仰到记忆与匠心，其中种种精义，需要时间来沉淀入心。家里增添了一位新成员，他是龙吉堂的重孙。戴着银饰虎头帽的小家伙，无论多吵闹，只要太爷爷敲打的声音响起，他就能很快地入睡。铁锤与银的碰撞声就是最美的摇篮曲。银饰是苗族文化的代表，被称作白色图腾。在苗族，要想成为银匠，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，还要具备高贵的品格。因为每一件银饰的制作，都饱含着银匠对美好生活的感悟。龙吉堂是一位苗族银匠，打造银饰的手艺传自他的爷爷。这一家世代都是银匠。按照传统，家族中新生命诞生，长辈要为其打造一套银饰。这一套银饰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彩礼或嫁妆。我奶奶说这个是那个，就那个银器啊，对她来说就是头等的姑娘才有。这是龙吉堂出生时，他爷爷给他准备的娶媳妇的彩礼。爷爷的作品，龙吉堂的老伴儿已经使用了整整60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龙吉堂要完成这个任务。今天是赶集的日子，全家人一大早就忙碌着。龙吉堂要把平日打造的银饰拿到集市上贩卖，换到的钱用来购买原银，为重孙打造银饰。打造一套结婚用的银彩礼，需要的花费不菲，但这样的负担，对于龙吉堂来说，却是甜蜜的。这里面有生活的意义。龙吉堂一家在这个集市卖银饰已经有数十年了。对于苗族人来说，银饰不仅仅是首饰，更象征着祝愿
和幸福。孩子们与银饰一起成长，结婚时也必须带上银饰。像眼前的这位小伙子一样，年轻时的龙吉堂也给老婆送过银饰。在苗族，这是每个男性都会做的事情。赶集结束了，每次赶集回家，龙吉堂都会为老婆买一份包点，这是他最爱吃的小食。老婆陪他走过了60个春秋，不求富贵显达，只求一直这样，有着朴实的幸福。几个月后，龙吉堂为重孙子打造的银饰完成了。龙吉堂不善言语，所有对重孙的关爱，都被他刻进银饰的纹路里。感受苗族的银饰，不用去触碰，也有隐隐约约的声音。这声音，有时就像春天少女们的笑声一样悦耳，有时又像初夏准备结婚的新娘娇羞的心声一样清凉。湘西人理解的生命是美丽而鲜艳的，不仅需要洁白的银饰，也需要多彩的刺绣和织锦。每一种色彩的融入，都包含着对美的理解。技巧与心境，完美地投入在没有图纸的织布上，一根线配错，都意味着重来。这种最极致的色彩，是专用于女孩一生中最美的时刻。长长的索桥横穿山谷，经过索桥，就是彭继京的家。迈向人生最后一个季节的彭继京，50多年来一直守护着一个传统。师傅掌鼓，节奏用来指挥穿梭，动作和表情要欢快，最重要的是要笑得开心。这种排练隔上几天就需要来一次。彭继京的孙子10岁了，虽然也喜欢摆弄爷爷的乐器，但对爷爷的舞蹈，小男孩并不感冒，因为这种舞蹈叫做跳桑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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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显然，在孙子看来，死亡还是个陌生的话题。也差不多，这老了，跑干事出来就。你这就正常生活是吗？哦，你就兔子啊！生时喜酒，死时歌。理解这种土家的传统，孙子
需要长大。一大早，彭继京要准备食物。孙子去学校，有2个小时山路要走，需要保存好食物的温度。大家我打把过来了。或许昨晚的话题太过沉重，一路上，爷孙俩没怎么开口。彭继京决定不再强求孙子学跳桑了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正如大自然中会有冬天的到来，人类的命数中也会存在着死亡，这是谁都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规律。但一定要开心的欢笑和舞蹈，这是土家人对死者最大的祝福，也是劝慰生者好好生活。这是彭继京的使命。或许有一天，孙子也会明白。一个生命传递给另一个生命，这是自然的传递。是爷爷等待你长大的心情，是陪伴你入梦的敲击，是妈妈缝制的嫁衣。这里是湘西，因为有你，生生不息。